这是萧炎在双帝之战后隐居中州期间创造的一种毁灭性技能。萧炎给他取的名字叫天斑。天斑线、天地线。书接上回，密密麻麻的精美火莲弥漫着可怕毁灭波动，令得黄云破也不禁心头一颤。你认为仅凭这点力量就能战胜我吗？黄云破冷笑道。只见他身后血红色的身躯一震，一股血红色的光纹泛起，而那些火莲仿佛被定格一般，直接凝固在了半空中。爆！与此同时，萧炎的低沉声音传遍天地，一股极端狂暴的波动从那些被定格的火莲中扩散开来。随着一朵火莲的爆炸，其余的仿佛触发了连锁反应，纷纷疯狂炸开，使得整个山脉在这场恐怖的爆炸中剧烈震动起来，烟尘也是覆盖了半个山脉。哈哈，小子，你只有这点本事吗？突然一声大笑从烟尘中传来，只见一道血红色的身影从烟尘中穿出，直扑萧炎而去。黄云破的手中红光闪过，一柄长达1丈的红色长枪瞬间出现，这是他从血神族获得的神器。他这是想速战速决，然而见到这一幕，萧炎却解除了至尊法身，旋即慢慢抬起右手，在他掌心一道仅指甲大小的七彩火种显现，同时周围的火海也是逐渐消散而去。此刻黄云破注视着迅速消散的火海，又看向萧炎手中那闪耀的绚丽火种，脸上顿时露出惊骇之色，竟然将方圆千里的所有火焰压缩到这么小的一个点上。周围的火海消散，也让远处洛九天和周围交战的至尊强者们动作一致，他们惊骇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恐怖波动的源头。色彩不断变换的微小火种悬浮在萧炎掌心，那种毁灭性的波动让得众人皆是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。这应该是你最强的手段了吧？黄云破飞掠的身形突然停滞下来，说道：“谁知道呢？”萧炎淡笑着回应。闻言，黄云破脸上不由得一紧，随即露出严肃之色：“你还有更厉害的手段是吗？比如这个。”萧炎一边掌着那绚丽的火种，另一边手也是缓缓抬起，只见一道六色火焰升腾而起。六玄天火，六玄门的镇门之火竟然落在了你手上。黄云破一眼便认出了萧炎手中火焰的来源，脸上的惊骇之色更甚。就在萧炎释放出六玄天火后，只见他屈指一弹，那六玄天火便在黄云破震惊的目光中，直接向着他手中的火种飞去。随着融入，那火种中顿时爆发出一股比之前更为恐怖的毁灭波动。此刻黄云破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。那么，让我来领教一下这大千世界的强者吧。萧炎的声音也是传荡而出，这是萧炎在双帝之战后隐居中州期间创造的一种毁灭性技能，可以说是佛怒火莲的进化版。萧炎给他的名字是天斑。天斑线，天地线，那就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个来自下位面的人能有何等惊天能耐。黄云破的低沉声音从他口中发出，旋即一束暗红色的光芒在他手中绽放而开，紧接着凝成一根约莫1丈大小的血红色长棍。这长棍上散发出的波动仿佛能侵蚀天地一般，使得周围的强者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这种波动显然已经超越了普通灵气的范畴，它是一件真正的神器，准确来说是一件中品神器。黄云破将体内的灵力推至极致，手持血色长棍，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笑容。只见他身形一动，下一刻已出现在了萧炎面前。这血魔棍，我在与洛九天交手时都未曾使用过，今天也算是给你这下位面突破者足够的尊重了。黄云破的声音传入萧炎耳中，其手中的血魔棍向着萧炎怒砸而去。面对这般恐怖的攻击，萧炎右手托起那绽放着耀眼光华的火种，然后直接推出，一道凛然之声也是传荡而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可是答应了刘北道前辈要取你的首级。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，黄云破手中的血色长棍狠狠地轰在了那细小的火种上，不过却仿佛轰在了空气上一般。眨眼间，那原本光芒四射的火种竟然直接消失了去。就在黄云破愣神之际，他突然看到血色长棍上出现了一个指甲大小的空洞。这是什么？黄云破惊诧地喊道。话音未落，只见一道绚丽光华突然在他的胸前绽放，那是一枚蕴含着巨大威力的火种。这一刻，黄云破终于明白了长棍上那个洞的由来。萧炎释放的火种并非简单的被血魔棍抵挡下来，而是以极其恐怖的高温，直接将一件神器的神器之身给瞬间蒸发而去。那是一种湮灭之势，不可挡，只能避。老子还就不信挡不住你这一个小点了。黄云破低沉地怒吼着，面对那飞速靠近的光斑，他向后急速退去。他没想到自己作为一名8品至尊，并且手持神器，在与这位年轻人交手仅数回合后，竟然意外地落了下风。此刻血红之气滔天而起，黄云破手中的血色长棍迅速膨胀起来，转瞬间变成了一根数千丈的巨大长棍。那个由天斑穿透而形成的小洞也随之扩大到了近100丈。紧接着，黄云破挥舞着这件神器，猛烈轰向那迎面而来的天斑。萧炎静立在虚空之中，面无表情地观察着这一幕。即便是远处交战的战圈，此刻也都暂停了下来。所有人都想知道萧炎施展的天斑是否能对黄云破构成威胁。然而仅是一瞬间，那根蕴含庞大力量的魔棍在天斑之下竟然出现了裂缝。随后众人皆是看到，从天斑所在位置开始，整根巨大的血魔棍开始逐节崩碎。黄云破的瞳孔也是在这一刻骤然收缩，那天斑竟然连神器都无法阻挡。对他来说，神器的毁灭无疑是极大的损失。这件神器是他费尽心思从血神族中获取的，还曾宣称能以此平定洛神族边防大陆的西北域。而如今，这件神器却被一个斑点直接摧毁了。即使再强，现在也只是强弩之末了吧。
黄云破低沉地说道，然后他开始变换手中的印诀，随着魔棍破碎，那巨大的至尊法身五指成拳接在魔棍之后，狠狠地轰向了那似乎变得有些暗淡的天斑上。见状，萧炎目光微凝，紧接着他的声音在古洛山耳边轻轻响起：“古洛山前辈，借您的火焰一用。”